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大家有没有想过，当全球都在为 NVIDIA 的 GPU 与台积电的先进封装疯狂时， AI 伺服器底层还有一个被严重低估、即将大缺货的隐形冠军。今天我们不聊晶片，聊聊被称为电子工业之米，在 AI 伺服器中用量狂飙100倍的关键元件高阶 MLCC。 最近瑞银集团发表重磅报告，指出 AI 伺服器功耗暴增对高阶电容量提出指数级要求。瑞银不仅调升南韩被动元件巨头三星电机的获利预估，更直言市场严重低估了这场即将到来的 MLCC 黄金上升周期。为什么晶片变强，电容反而成了瓶颈？在这场台日韩大厂的技术博弈中，谁才是最被低估的定价权龙头？今天我们带你透过瑞银的独家报告，看懂被忽视的 AI 算力底层新格局。瑞银在最新报告中正式将三星电机2026到2028财年的组件部门营业利润大幅上调至分别为 1.2 兆、3兆与 4.8 兆韩元，远超市场先前的保守预期。瑞银的核心观点是， AI 伺服器与边缘端需求暴增，正将 MLCC 推入多年强劲上升周期。随着高性能运算对电容容量与耐压规格的极限要求，三星电机在高阶 MLCC 的布局将迎来爆发，其获利动能与估值正处于历史性重估起点。我们来细细拆解瑞银做出这项强力预测的底层数据与产业逻辑。首先是功耗暴增带来的电容量指数级拉升。瑞银指出， AI 伺服器机架的准热设计功耗在2026与2027年将分别迎来同比 120% 与 98% 的爆发式成长。华瑞认为，当 GPU 算力狂飙、功耗翻倍时，为了维持电流稳定与滤波，所需的 MLCC 电容量必须呈指数级成长。高规格、高电容量的 MLCC 用量在 AI 伺服器中将是传统伺服器的数十倍甚至100倍，直接引爆了高阶需求。其次是高压直流电技术转型拉大的总体市场。瑞银预估，在2027年之后，资料中心向800伏高压直流电架构的转型将为高阶高耐压 MLCC 开辟全新战场。华瑞认为，这代表 MLCC 基础门槛正向前段制程化靠拢。过去低阶电容价格占红海，将被技术壁垒极高的市场取代。三星电机凭借深厚的材料与烧结技术，将与日本龙头村田制作所并肩垄断高毛利增量市场。最后是产能扩张与出货之间的良率时间差。瑞银指出，虽然预估三星电机的 MLCC 产能将在2026与2027年分别同比增长 17% 与 20%， 但高阶电容生产制成长，良率要求极苛刻，实际出货增速将低于产能增幅。华瑞认为，这种产能与实质供给的落差，正是大宗商品的黄金套利起点。实体现货供不应求，将为高阶 MLCC 定价权提供强力防御。在这份报告中，华瑞认为市场最易忽略的细节是三星电机从传统 IT 零件商向高阶非 IT 龙头的结构性转变。大众往往将其视为依赖手机与 PC 的旧组件厂，因而给予极低估值。但瑞银数据证实，三星电机的 AI 伺服器 MLCC 营收在2025到2030年期间将以高达 70% 的年复合成长率狂飙，营收占比将从约 9% 暴增至 32%， 包含车用与工业在内的非 IT 业务占比也将突破 70%。 华瑞认为，当板块成长动能与利润结构发生本质质变，市场却仍用旧周期定价，这正是顶尖机构眼中的黄金认知差。面对全球 MLCC 迎来 AI 驱动的全新上升周期，投资人该如何思考资产配置？华瑞认为，需关注2个核心维度。第一，认清台日韩大厂的技术分化与估值差。相比于日本龙头村田的高估值溢价，以及台湾国巨在传统大宗电容的定位，三星电机处于高阶技术能力与低估值本益比的黄金交界点，极具防御与补涨的性价比。第二，防范低阶大宗产能过剩，应战术性的向掌握高压、高电容制程与车用认证的顶尖龙头倾斜。我们应将伺服器 TDP 增速、三星电机高阶组件部门季度利润率恢复速度作为评估板块景气度拐点的核心指标。总结来说，瑞银报告为我们揭开了 AI 繁荣背后由电力消耗与技术升级点燃的 MLCC 升级战役。营业利润冲上数兆韩元的预估，与 AI 伺服器 MLCC 高达 70% 的爆发成长，
证实这个隐形冠军才是突破晶片物理瓶颈的无名英雄。在全新的算力配置时代，学会看穿数据表象，锁定高毛利高门槛的被动元件龙头，才能在宏观配置中锁定最安全的超额收益。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